大家好，我是张大刚，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主角谈了10集恋爱终于上线的热血格斗番《刃牙》。希克尔斯基为了挑战刃牙，转头去绑架了刃牙的女朋友，跟入室抢劫的猥琐男一样，捂着人家小姑娘的嘴，让她别出声，敢喊就当场去世。少将一听笑了，你以为刃牙是什么人？不顾被爆头的危险，直接一嗓子喊了出来。果然，在希克尔斯基的拳头砸到他的前一秒，刃牙破窗而入，飞起一脚正中希克尔斯基的大脸，紧接着又是2拳，打得希克尔斯基跪倒在地。来得这么快，小伙子，你敢说你不是在偷窥？愤怒的刃牙上前又是一个头锤，紧接着揪住希克尔斯基的领子，将其扔出了窗外。打就打，吓我老婆干什么？结果跳窗下去，却只发现了希克尔斯基的手套。刃牙瞬间明白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急忙回家，可惜已经晚了。希克尔斯基趁机绑走了烧江。如果说之前他是在刃牙雷区左右横跳，那现在完全就是踩上去蹦迪了。刃牙要是疯起来，他爹都不一定拦得住。几天前，为了应对死刑犯的登陆，日本警察署召开会议，向事发各国寻求帮助。一看有美国的佛伯勒，俄国代表瞬间来劲儿，提议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还顺便阴阳了一顿美国。正好你美国的监狱里不是关着一个叫奥利巴的最强囚犯吗？还自由的不得了，只能用卫星监控。对于把警方的事委托给犯罪者，佛伯勒觉得丢脸，不愿意。但架不住俄罗斯又开始阴阳，哟，不愿意呀，怕丢人呐。超级大国就这一点气量啊！被夹在2国中间的日本警察署署长原田一脸懵逼，没过2天就被请到了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监狱。而令人震惊的是，来迎接他的居然是那个囚犯奥利巴的手下。带着满腹的怀疑，原田走进了监狱，眼前豪华的建筑却让他大吃一惊。这种豪华总统套房真的是囚犯住的房间？黑人壮汉奥利巴又是喝酒又是抽雪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奥利巴对原田的到来丝毫不意外，也乐得回答他的疑问。比起囚犯，奥利巴的真实身份其实更偏向于猎人，不管什么样的犯罪者他都能抓住。这座监狱差不多就是他填满的。正说着，奥利巴这边就来案子了。他不仅能自由出入监狱，甚至还有专门的直升机接送。这次的犯人引爆了一栋大楼，并打死囚禁了很多平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见奥利巴。奥利巴从容的独自一人走进大楼，对外面的警察表示他们可以回家了。倭瓜脸的犯人叫杰夫，曾是一名警察。24年前，他由于勒索小混混被奥利巴揍得只剩一口气，现在回来复仇了。说着，杰瑞端着枪威胁奥利巴脱光衣服。这是什么展开？看着奥利巴浑身肌肉的赤裸身体，杰夫露出了满意的笑，扣动扳机对着奥利巴就是一顿突突。奥利巴竖起手臂抵挡，子弹穿过他的身体，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弹孔，他却丝毫不慌，肌肉猛地用力，就将体内的所有子弹弹了出来。这种威力强大的散弹枪只能对他造成皮外伤而已。见奥利巴表示就这，杰夫又从背后掏出一把武士刀，猛地朝他砍去。奥利巴侧身避开，但下一击就直直地刺向他的心脏。但奇怪的是，无论杰夫多用力，刀尖都再也刺不进去半分。原来奥利巴早就给自己装了护心钢板。奥利巴玩够了，对着杰夫的肚子就是一拳，直接把人从3楼轰了出去。他的拳头在杰夫的胸前留下了可怕的凹痕，杰夫在落地之前就已经被轰死了。警察见怪不怪，倒是原田的3观惨遭暴揍，满脸都写着我不理解。而奥利巴身上的伤口只需要吃牛排就能自己恢复。奥利巴答应帮助原田将其他3位死刑犯捉拿归案，因为他绝不允许有人过得比自己还要自由。结果刚一来到东京，奥利巴就直接跳车没影了。另一边，希克尔斯基把烧江带到酒店之后，扒的只剩内衣绑了起来，而指使他这么做的人居然是刃牙他爹永次郎。好家伙，就算你是地表最强，让别人去撬你自己儿子的墙角，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不过有永次郎这种世界第一在，希克尔斯基对刃牙的兴趣就减少了。2人之间蔓延开恐怖的气场，对视了几秒后，希克尔斯基表面放弃，但却偷偷的伸腿猛地踹向永次郎，结果被永次郎轻易拦下，还嘲笑他的战斗方式落伍。希克尔斯基气得就要一拳挥上去，却不料瞬间被人抓住手腕，猛地捏紧。希克尔斯基疼得大叫出声，捏住他的人正是闻着肉味赶来的奥利巴。和永次郎2人还认识，趁着打招呼的功夫，奥利巴拽起希克尔斯基就往窗户外面摔。还好希克尔斯基急忙扭转身体，才堪堪在落地窗前停了下来。靠着神心会帮助定位到酒店的刃牙也及时踹门而入，看着房间里3个男人和自己被扒得只剩内衣的女朋友，刃牙脑袋嗡的一声彻底炸了，他双目泛红，大吼一声，2拳就把希克尔斯基锤到了落地窗边。紧接着又是一套组合连招，直接把希克尔斯基踹下了高楼。都说了别惹人家老婆，这下好了，打完了希克尔斯基还不过瘾，刃牙直接2拳招呼上了奥利巴，看光了他老婆的人都得死。结果没到2下，奥利巴屁事儿没有，原本应该坠楼而亡的希克尔斯基却突然出现在了刃牙的身后。刃牙反应迅速，一个后踢腿立刻拉远攻击距离。原来希克尔斯基在坠楼的瞬间强行拽出了酒店外墙的玻璃窗，减缓了冲击力。他曾靠着一些细小的裂缝爬出了垂直的导弹口，酒店凹凸不平的外墙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马上就爬上来了。刃牙见此也燃起了熊熊的斗志，2
两人立刻打成一片。刃牙极快的速度让他一度占据上风，但没想到希克尔斯基也玩阴的，他将一把玻璃碎片撒向刃牙，然后趁机飞起一脚将其踹飞。还没等刃牙反击，警察就来了。希克尔斯基见状跳窗逃走。事情还没完，握手的废弃大楼里，刚洗完澡还没来得及穿衣服的希克尔斯基就被只穿了一条裤衩的刃牙找上了，绑了我老婆还想全身而退，做梦去吧！然后趁机不备，直接一脚踹在了希克尔斯基的脸上，力道之大让希克尔斯基跪在地上鼻血直流，半天都没缓过神。还没等希克尔斯基站定，又是一脚，然后拿起了一旁的铁桶套在了希克尔斯基头上，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严重变形的铁桶怎么也取不出来，希克尔斯基只能被动的挨揍。刃牙也是个狠人，直接一脚踹在了希克尔斯基当下，使其再起不能。打了一阵之后，奥利巴也找了过来，想要将希克尔斯基带走。刃牙一看，哟呵，大爷你瞧不起谁呢？叛逆期少年看谁都不顺眼，直接一拳挥了上去。奥利巴就跟抓鸡仔一样抓住了刃牙，刃牙的铁拳根本撼动不了他半分。看到这一幕，原本装死的希克尔斯基来劲了，抱起一脚直接踹奥利巴脖子要害，没想到他用了十足力道的一脚，奥利巴连皮儿都没蹭破一下。希克尔斯基不信邪，对着奥利巴就是一套威力十足的连击拳，奥利巴就站着一动不动任他打，打的衣服都撕裂了，他屁事儿没有。刮痧师傅技术不到位呀，奥利巴不满意，于是捏紧了拳头，心经在他囚禁的肌肉上暴起，然后一拳把希克尔斯基轰下了高楼。随后警察赶到，逮捕了半死不活的希克尔斯基。接下来就剩下两人了。刃牙在临走前问奥利巴吃什么才能变得这么强大，奥利巴只是弯下腰抱了抱刃牙，告诉他除了爱还有个屁东西能让人强大起来。晚上奥利巴在警察局查看朵尔的资料，性感女警为他送来了咖啡，结果性感女警一摘假发就变成了女装大佬朵尔，一杯咖啡直泼奥利巴的眼睛，然后一肘直击他的脸。朵尔的肘部藏着锋利的暗器，很轻易的划破了奥利巴的脸颊，奥利巴几个空翻轻松躲过。面对突然出现的劲敌，不慌不忙扶起了摔倒的椅子，锁上门，又掏出梳子梳了梳自己帽上的板寸，一连串动作下来，他的伤口已经止血了。但就在奥利巴即将发动攻击之时，突然眼前一花，开始不受控制的倒在了地上。原来朵尔的刀上涂了致幻剂，奥利巴肾上腺素飙升，发作的也就快了。朵尔对着奥利巴的脑袋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奥利巴头朝下倒在了地上，流出大量鲜血，没了动静。但就在朵尔以为把人解决了的时候，他的脚腕突然被抓住，奥利巴猛地抡起朵尔就是一顿狂甩，然后将其头朝下狠狠砸向了地面，露出了他性感的豹纹内裤，力道之大让整座警察局都跟着震动。闻讯而来的警察被奥利巴几句糊弄了过去，虽然药效发作的快，他代谢的也快呀。接着奥利巴一把拽起朵尔，却不小心被他藏在领子里的刀片划伤了手，朵尔趁机将小刀插进了奥利巴的腹部，然后又是一套快准狠的连招，把小刀又捅深了几分。奥利巴颤颤巍巍地爬了起来，当着朵尔的面轻松拔出了小刀。他拥有世界上最硬的肌肉，这种刀根本伤不到他的内脏，所以等到原田带着色川打开房门找到人的时候，房间里只剩下了满地血和受伤的奥利巴。朵尔已经从通风管道逃走了，而无事可做的奥利巴则是盯上了来警察局训练柔道的色川。听说色川流柔道绝不能用蛮力对抗，连他这种蛮力都不行吗？色川笑眯眯地走上前，你可以试试哦。面对连刃牙都无法撼动的肌肉壮汉，色川真的有办法对付吗？欲知后事如何，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